神原本也是人，只是他们做到了人做不到的事。那一天，勒布朗·詹姆斯就是北岸花园的神。2010年的夏天，詹姆斯在电视直播里宣布，他将把他的天赋带到南海岸，和波什韦德组队。In this fall, I'm going to take my talents to South Beach and join the Miami Heat. 这一举动引起了球迷的不满，尤其是电视直播这个设定。要知道，此时的詹姆斯还没有正式成为热火的一员。最终，热火组成三巨头，但也在一瞬之间成为了全民公敌，与此前凯尔特人三巨头的成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2007年的夏天，凯尔特人组成了皮尔斯、加内特、雷阿伦的三巨头组合。对于他们的组团，外界多是祝福。2010到11赛季，此时的热火已经被看作夺冠最大热门。他们在季后赛里先后击败了76人、凯尔特人和公牛，其中与凯尔特人的系列赛尤其经典。詹姆斯在淘汰掉老对手后单膝跪地，并且和韦德拥抱。之前的3年，不管詹姆斯还是韦德，都是输在了凯尔特人的手上。在顺利打进总决赛后，热火的对手成了小牛。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詹姆斯终于可以结束7年之痒，拿到生涯第1个冠军了。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热火在2-1领先的情况下连输3场，而在这3场中，詹姆斯总是在关键时刻隐身，毫无作为。这样的詹姆斯也因此多了一个标签：关键时刻的软蛋。输掉总决赛之后，詹姆斯再次成了众矢之的，而能够救赎他的只有总冠军。在经历了备受煎熬的一个休赛期后，他同热火跨过刺耳的声音，卷土重来。这一次，强烈的使命感推动着詹姆斯一路向前。他们在季后赛前2轮高歌猛进，先后击败了尼克斯和步行者。但在他们要推开总决赛大门前夕，凯尔特人横亘在前。热火在系列赛开局取得了2-0的领先，但铁骨铮铮的凯尔特人从不言弃。他们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，抓住机会连扳3场拿到赛点。其中在天王山的最后时刻，皮尔斯顶着詹姆斯投进的那颗制胜的3分球，然后不可一世地叫嚣着5个、6个、7个，更是字字如剑，直戳詹姆斯的心窝。2-3，真正意义上的背水一战。又一次，詹姆斯站在了绝境。这不是绿衫军第一次把詹姆斯逼上绝境。2008年东部半决赛抢七，他拿了45分，还是输了。2010年东部半决赛第6战，他拿下了3双，也输了。以前詹姆斯输了，人们还会为他辩护，因为能看到那确实是2支队伍的差距。但是这次不同了。自从2010年詹姆斯通过电视直播宣布加盟迈阿密以后，他已经是全民公敌了。而且在第1年第1名输掉总决赛时，他已经掉入过一次深渊。这次再输，他会被全世界球迷耻笑，会被历史踩在脚下，万劫不复。所以这个被叫做皇帝的男人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全世界都等着詹姆斯输，全世界都在想象詹姆斯输掉第6战的落寞神伤。他们准备好了臭鸡蛋，打算到时候就直接往他脸上砸。在 NBA 中，球星其实分为2种，一种无需刺激就能随时随地爆发，另一种则是只要在身后有一群狼在追的时候才肯拼命跑。对于詹姆斯，他不得不拼命跑了。既然没有退路了，那就干吧。詹姆斯从来都不是一个乔丹、科比似的冷血杀手、单挑狂人，他的信条里写着充分相信自己的队友。但是在那种绝境下，詹姆斯不再信任任何人，他只信任自己，而且他信任自己的一切。The day before, in the day of the game, I said absolutely nothing to nobody. 2012年6月8日，詹姆斯身处北岸花园球馆，他被滔天的嘘声与此起彼伏的敌视的标语所包围。
但他却静静地等待接下来发生的一切。詹姆斯不是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气氛，他曾听到响彻球馆的谩骂与嘘声，那是第一次重返克利夫兰的恐怖景象。他也曾在1年前总决赛失利后，目睹了网上沸腾的敌意，诸多刺耳的词汇令人难堪。打铁，嘘声，错失了个人第一次出手的詹姆斯压力可想而知，但他迅速平复情绪，用突破帮助热火打开局面。这一次，詹姆斯不再逃避，面对皮尔斯，试探步后中投命中，抢断皮尔斯后全场奔袭打成2+1，借用波什掩护后抬手3分命中。当他持球在边线被包夹后，詹姆斯凭借出色的视野，第一时间找到查尔莫斯，把将要发生的失误转化成一记助攻。在波什出手不中后，他更是从人丛中跃起，完成补扣。而此时皮特鲁斯早已跟丢了防守的目标。诸如此类等等，这场比赛詹姆斯的坚决从开场便展露无遗，而与坚决一同燃烧的还有他的专注。即便发带早已被打落在地，他也没有察觉。但竞技体育终究不是玄幻小说，在这样的战役里，比勇气、决心、专注更重要的是詹姆斯强大的个人能力。因为凯尔特人，他们有着别样的自信，他们相信詹姆斯的投篮不能杀死他们，因为他们有太好的防守詹姆斯的条件。外线盯防，内线加内特伺机而动，而且他始终不是乔丹和科比那样的进攻万花筒，所以限制了他的突破，热火的进攻也就瘫痪了大半。但此时的詹姆斯，他不会忘记难熬的夏天里流过的每一滴汗，更不会忘记他如何屏蔽舆论干扰，师从奥拉朱旺潜心修习背身单打技术，在训练馆中孤独地消化外界的质疑与嘲讽。他一直等待一个机会，将训练成果在合适的场合全部释放。而现在，这个机会来了。那个夜晚，詹姆斯不选择突破，他个人的进攻回合中接近70%以单打的方式展开。在和整个教练组研究过与绿衫军交手的全部录像后，高位的单打成为了他撕碎对手的最佳手段。从这个角度去评价东决第6战，这是詹姆斯破茧成蝶的一刻。他频繁地用曾带给他最难堪记忆的技术短板战胜自己，同那个一度在关键时刻无所适从的茫然小皇帝彻底的告别。此后，詹姆斯的单打教学还在继续，只不过教学对象变成了皮尔斯。他连续的背身单打令皮尔斯一筹莫展，这对于詹姆斯有着更大的价值。在技术全面，尤其单打技术出众的皮尔斯面前，他用这样的方式频频将球放进篮筐，不仅令北岸花园哑口无声，更令嘲笑他的人哑口无言。下半场，詹姆斯表现得更收放自如，各式各样的手段破解对手的针对。前3节他未休息1分钟，直到最后凯尔特人弃子认负，他才下场。最终他率领热火赢下这场比赛。在这场比赛赛后接受场边采访的詹姆斯仍未露出丝毫喜悦，神色凝重的他一时让人无法分清谁是胜者。而那场比赛结束后，场边也发生一个小插曲，北岸花园内有部分极端的球迷将手中的饮料洒向走向甬道的詹姆斯。被侵犯的詹姆斯回望一眼，却没说一句话，徒留一个不屈的背号以及一个孤傲的背影。泼向詹姆斯的饮料极具象征意义，仿佛他此后多年舆论评价的一个缩影。詹姆斯不会因为这样的一场自我救赎式的比赛瞬间赢得外界的尊重，但外界的认可与否无法改变什么。历史的长河记下来，只有詹姆斯以怎样霸气的姿势的菲尔顿只能后悔地看向篮筐。3分入网，库里兴奋地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。这个在3分线上称王称霸的大男孩将在整个联盟掀起远投革命。
时间回到2009年的选秀大会，手握8号签的纽约尼克斯对库里志在必得。库里在纽约试训的优异成绩让控卫痴汉德安东尼大为心动，双方达成一致，库里随后婉拒了金州勇士队的试训。当斯蒂芬·库里正准备戴上纽约尼克斯的棒球帽的时候，第7顺位的金州勇士抢在尼克斯面前，将库里打包带回家。尼克斯管理层只能无奈地选下乔丹·希尔。一眨眼4年过去了，那个曾经让德安东尼心心念念的控卫，并没有发挥出让人惊艳的实力。在 NBA 那群飞天虐框的天赋野兽面前，身材瘦小的库里几乎没有存在感。12至13赛季，勇士选择了用蒙塔·爱丽丝换来了博古特，正式确定了库里的核心地位。这是库里签下新合同的更是以44.7%的三分命中率，场均投进3.1个三分球。但库里还是落选了 NBA 的全明星，因为让他赛季报销的玻璃脚踝，因为他只是一个3分投得有点准的控卫罢了。为落选全明星赛愤愤不平的库里，唯一的选择便是用三分球说话。库里得分欲望在全明星赛之后上涨了许多，不仅场均得分和三分命中数有所提升，库里更是在印第安纳砍下了38分，刷新赛季得分新高。当赛季库里在场时，勇士每48分钟可以得到102.2分，当库里不在场时，这个数据93.4分。库里以一己之力撑起勇士这支青年军的进攻端，可即便是人们开始注意到他，第一时间想到的不过是诸如米勒、雷阿伦之类的传统射手，只是投3分而已，还不是为巨星单挑还有中锋肉搏拉开空间的工具人。只是3分有点准的工具人吗？你敢来见证一场更准更不讲理的三分球吗？只有萌的库里踏上了灯神长街。12至13赛季的金州勇士远不如后来水花王朝的势不可挡，仅仅徘徊在西部第6，而且很快他们就要开启自己的客场之旅。第一场来到冰冷的明尼苏达，库里的3分手感似乎受到冻结，全场投出了5中1的尴尬数据。好在大卫里拿下22分13篮板，帮助球队度过了寒冬。第2战大战步行者，阵中最可靠的大卫里和步行者的中锋希伯特大打出手，最终领到驱逐出场外加禁赛1场的处罚，最终遗憾落败。第2天，库里只能独自带领勇士来到麦迪逊广场，背靠背挑战纽约尼克斯。那一年的尼克斯是管理层脑袋最灵光的一年，常规赛东部第2，甜瓜、小斯、拳王组成的强大前场冠绝联盟，后卫线也有 J.R. 费尔顿的火力输出。而勇士队中，库里还只是一名年轻的领袖，博古特总是被各种离奇伤病困扰，终日养病。大卫里的缺席让勇士不得让技术粗糙的1年级新秀格林首发出场，而首发中剩下的3人分别是同为1年级的巴恩斯和2年级的汤普森，还有不堪重用的彼得林斯。这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，但是库里改写了故事原本的路线，他以3分为笔，以这个夜晚为开头，书写自己的传奇生涯。第1节才进行到一半，被拳王蹂躏的彼得林斯就被换下，勇士不得已用小阵容对抗钱德勒和小斯。此时勇士的小阵容还远没有他后来的威力，整个禁区就像是拳王的饭桌，一口气吃下28个篮板，刷新了个人生涯纪录。而另一边，勇士全队只抢到了38个篮板，更是丢了16个前场篮板，将饭喂进了尼克斯的嘴里。眼看禁区完全崩塌，库里知道自己要站出来了，只要每个球都命中，那对面就没有篮板可以抢了。首节的库里只拿下了4分，但是慢热的枪手很快装弹完毕。库里展现出了炉火纯青的3分远投能力，连续变向后的快速拔枪，借高位挡拆后的急停干拔，无球跑动后的接球远射，最杀人夺命的追身3分。库里刀刀致命，单节砍下23分。可惜双拳不敌4手，
勇士还是落后3分，进入下半场。一边再战，库里的手依旧热得发烫。他站在3分线上的每一个动作都让尼克斯的队友一惊一乍。库里利用防守方自己3分的忌惮，轻松突破内线，完成终结。在面对包夹时，为队友创造机会。尼克斯也在瓜哥的带动下，一直和勇士队僵持到第4节。当比赛还剩7分17秒，库里一个背运绕过挡拆，在最佳防守球员钱德勒脸上射入3分。勇士队快攻的机会，库里用小碎步减速，随后挺在3分线拔起投篮，篮球干净利落的入网，没有掀起一点水花。最后3分50秒，库里绕出接球，在3分线外转身后仰，抬手就有，留下才刚刚赶到的菲尔顿绝望的背影。库里带领着球队完成了反超，但是也是他们在这场比赛中最后的高光。在比赛的决胜阶段，尼克斯为库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让库里只拿到了2次罚球的机会。伴随着稚嫩的汤普森连续投丢关键3分，后卫运着球，他要亲自操刀对猛龙队的最后一击。他不是巨星，没有傲人的天赋，甚至没有选秀顺位，他只是一个黄皮肤的瘦小后卫，但在他的体内蕴含着的疯狂能量，在这一刻蓄势待发。当我试图进入球馆的时候，门口的保安拦住我，抱歉。
要踏上追梦的末班车。林书豪一改颓势，放下一切束缚的他，在 NBA 的赛场上打得如这又会是一场属于林疯狂的狂欢派对。比赛一开始，猛龙队的卡尔德隆抢在林书豪面前开始了自己的得分表演。第一节三分球弹无虚发，砍下12分，接着在第3节又单节拿下13分。而林书豪在前3节的表现却陷入挣扎，不仅只拿到15分，更是失误连连。猛龙以75-66的9分领先进入到第4节。为林书豪慕名而来的观众表情开始凝固。林疯狂的热浪要在寒冷的多伦多冷却下来了吗？林书豪的队友们站了出来，菲尔斯的补篮，香波特的抢断，小霸王的中投，拳王的火锅，分差缩小到3分。但是全场的观众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林书豪像是被打回了原形一样，只能用突破造罚球勉强追分。林疯狂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吗？比赛进入到了最后1分13秒，此时尼克斯仅仅落后3分。此时林书豪接过篮球，快速推过半场，把球传给香波特。香波特信任地把球回传给他。面对克雷泽的防守，林书豪假投真突杀入篮下，顶开阿米尔·约翰逊上篮，球进哨响，2+1，林疯狂虽迟但到。林书豪投进罚球，将比分追回到87平。士气大涨的尼克斯将激情带回到防守中。巴博萨在24秒违例之前，用一记3不沾将篮球送回到林书豪手中。林书豪的突然爆发让猛龙队在他的突破路线上重兵把守。林书豪传给香波特，遗憾的弹框而出，今天还不是他的夜晚。钱德勒将篮板拨回到香波特的手中，香波特再次传给林书豪，时间只剩下20秒。全场的观众全体起立，他们知道要再一次见证林书豪的疯狂表演了。林书豪向德安东尼示意不要叫暂停，再让队友全部落到底线。教练和队友都表现出了充分的信任，因为他们早已见证过奇迹的诞生，这一次让奇迹再次上演。林疯狂时刻，一击夺命，
林书豪转过身来，自信地点着脑袋。加拿大航空中心的观众集体倒戈，为这个不可思议的亚裔小子起立欢呼。那一刻，林疯狂的风潮被推上顶峰，他励志的崛起故事激励着每一位身处低谷的人，他给所有平凡的人一个自命不凡的礼物。但是上帝对林书豪的眷顾好像就到此为止，剩余的几个赛季，林书豪又开始了自己的流浪。无论他有多么惊艳的表现，球队里最先牺牲的永远是他，而伤病也成为林书豪心中永远的痛。18至19赛季，林书豪跟随猛龙队夺得 NBA 总冠军，但是赛季结束后的他没有一支 NBA 球队向他抛出橄榄枝，于是